有缘人，当您打开这部影片的那一刻，便是一段奇妙缘分的开端。在此，我真诚地希望您能静下心来，耐心观看这部影片。您将会发现，它不仅仅是一段视频，而是对您未来运势的预示。这预示着您的财运正在悄悄地向好的方向转变，特别是从明天晚上开始，您和您的家人将会彻底摆脱当前的困境，所有的不顺心将像过眼云烟般迅速消散。然而，好运就像流星一样短暂而美丽，这时您需要稳稳地接住它。一旦接住，您的财运将如火箭般直线攀升，帮助您实现从平凡到富裕的蜕变，成为人人羡慕的富翁。在此，诚挚地请大家为这部影片点赞并订阅频道。如果您相信自己是有福之人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接财接福接好运。愿未来的日子，您的财源滚滚而来，家庭和睦，成员健康快乐，福运如春日繁花，源源不绝。所有灾难与霉运都将远离您，对您的生活不再造成任何困扰。今天，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些极为重要的风水知识，这些内容绝非危言耸听，无论您目前的经济状况如何，都千万不要忽视。特别是这3样东西绝对不能放在枕头旁边，这可不是无根据的迷信，而是有着深刻道理的风水原则，请务必重视，并尽早采取行动。我们的枕头，无论对于睡眠还是身心健康，都极为重要。大家都知道，睡眠质量直接影响到身体状况，而从风水的角度来看，枕头的作用远不止支撑头部那么简单，它还承担着调节气场的功能，对我们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。为什么枕头旁的物品如此关键呢？根据风水学说，枕头的方位与周围环境密切关联，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和整体运势。头部被视为吸收外界能量的第一道关卡，是气场的汇聚点，也是我们放松的场所。每当我们躺下休息，枕头与头部的接触将影响我们吸收的能量，从而直接关联到健康、财运、感情等各方面的运势。因此，枕头旁的风水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不容小觑。如果物品放置不当，可能会引发煞气，破坏气场的和谐，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运势。接下来，我将详细讲解枕头旁不能放置的物品，敬请关注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镜子。根据风水学，镜子被视为一个极具能量反射能力的物品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。当镜子被放置在床头或枕头旁边时，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。许多家庭为了装饰卧室，或者出于方便，常常把镜子放在床头或床的旁边。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做不仅能增加卧室的空间感，还能让房间看起来更加明亮。然而，从风水的角度来看，这种做法却是大错特错的。镜子有一个特殊的特性，那就是能够反射能量和气场。当它被放在床头或枕头旁时，会反射周围的气场，进而影响人的睡眠质量。尤其是当我们躺在床上时，
头部会处于镜子的反射范围内，这样就容易打乱气场的正常流动。这不仅会导致睡眠不稳定，还可能使人经常做噩梦，甚至夜惊。特别是在晚上，我们进入深度睡眠时，周围的气场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。这时，镜子的反射会造成气场的混乱，干扰我们的心神，使我们无法放松。镜子的反射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，还可能引发失眠、噩梦或夜惊等问题。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下，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，导致精力不集中，甚至影响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。此外，镜子本身的能量反射效果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。在睡眠的时候，我们的身心处于最放松和脆弱的状态。这时，如果镜子放置在床头或枕边，镜中的自己可能会对我们的潜意识产生影响。尤其在夜晚，镜子的反射效果更为强烈，这会让我们在睡梦中感到不安、焦虑或压力。长期如此，可能会导致焦虑症、情绪波动，甚至会让人感到精神上的疲惫，影响到健康和精力的恢复。除此之外，镜子还有一个特殊的风水属性，它能够反射并传递能量。如果周围的气场比较负面，镜子便会将这些负能量带入卧室，并且反射到床上。这样，负能量会被直接带进睡眠的地方，影响到人的健康、情绪和运势。这样的风水环境长期下来，不仅会引发身体不适，还可能影响到财运、感情运和家庭和谐，甚至会让一个家庭的运势陷入低迷。因此，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困扰，床头和枕头旁应该避免放置镜子。特别是在卧室里，镜子不能直接对着床铺或者枕头的方向。如果你已经将镜子放置在床头或枕头旁，不用担心，现在就可以开始调整。最好的办法是立刻将镜子移开，特别是不能让镜子正对着床铺或头部。如果由于空间限制无法搬移镜子，您可以用一块布将镜子覆盖起来，或者选择安装一个可以调节角度的镜子，这样就能避免镜子直接反射到床铺的区域。这些风水细节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却能对您的睡眠质量、身心健康以及整体运势产生重要影响。试着在家里进行这些小小的调整，您会发现，环境的变化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。改善睡眠质量，消除负能量，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更加和谐、积极的生活空间，从而提升生活的质感和运势。其次，让我们来谈谈电子产品。如今，像手机、平板、电脑等电子设备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这些电子产品无疑提高了我们的生活便利性，但许多人却忽略了它们对我们身体和气场的潜在影响，尤其是在卧室中使用它们时，可能会对健康造成隐形威胁。事实上，许多风水大师将手机、平板、电视等电子设备列为卧室中的禁忌物品，因为它们不仅会干扰睡眠质量，还可能破坏个人的运势。现代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，
确实让我们享受到了无数好处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健康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电子产品会释放出电磁辐射，这些辐射长期暴露于人体周围，尤其是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时，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。研究表明，电磁辐射会干扰人体的免疫系统、神经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。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，可能会导致头痛、失眠、焦虑等健康问题，严重的甚至可能引发癌症等重大疾病。这些辐射不仅是空气中的物理存在，它们悄无声息地进入我们的身体，影响我们的健康。另外，电子产品的屏幕会发出蓝光，这种光线会对人体的睡眠周期造成严重干扰，尤其是在晚上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时，蓝光会抑制人体分泌褪黑激素，从而影响我们的入睡速度和睡眠深度。很多人都有在床上玩手机或看电视的习惯，这样会导致大脑过度活跃，难以放松，进而影响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。如果长期将这些电子产品放在枕头旁边，尤其是床头，电磁波和蓝光的影响会持续累积，最终导致睡眠质量下降。这不仅会引发失眠、多梦、头痛、眼部疲劳等问题，还会对身体的恢复和健康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。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些电子设备对家庭气场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。当它们放置在卧室和床头附近时，会释放出来的辐射和波动会扰乱家中的气场，阻碍能量的顺利流动。这样的环境对家庭成员的健康、运势以及相互间的能量交流会造成负面影响。特别是那些运势本来就处于低迷的人，这些电子设备所带来的负能量可能会让他们的运势更加低落，财运和健康运势也会因此受到牵连。为了保护我们的健康和风水，我们应该将电子产品从床铺和枕头旁移开，尽量避免让它们长时间在睡眠区域内停留。手机、平板电脑等设备最好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，这样可以减少辐射的影响，避免睡前长时间使用。毕竟，我们的身体在睡眠时需要充分的休息和恢复，让大脑得到放松，才能保持充沛的精力来面对第二天的挑战。此外，为了促进更好的睡眠质量，最好在睡前半小时避免使用电子产品，这样可以给大脑一些适应的时间，有助于平静下来，顺利进入深度睡眠。如果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无法避免使用电子产品，那么可以选择开启蓝光过滤模式，或者戴上防辐射眼镜，这样可以减少辐射对身体的影响，保护眼睛和健康。总的来说，电子产品的便利性固然无可否认，但我们在享受这些便捷的同时，也应该意识到它们带来的健康风险。尤其是在卧室这样需要安静和放松的环境中，适当的管理这些设备的使用，对于提高睡眠质量、保护身体健康以及保持良好的运势都至关重要。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些细节，创造一个更健康、更和谐的生活环境。最后，
我们来谈谈钱包和钱币。在许多人眼中，钱包是个极为私密且重要的物品，里面存放着现金、信用卡、身份证等个人重要信息，因此不少人习惯将钱包放在枕头旁，觉得这样方便随时取用。然而，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，钱包和钱币绝对不应该放在床上，尤其是枕头旁边。钱包与财富直接相关，象征着个人的财运和经济状况。如果将钱包放在枕头旁，无意中就将财富的能量带入睡眠状态。这样做会让人在潜意识里无时无刻都在思考财务问题，进而影响正常的休息与放松。当我们过度思考财务问题时，财运便容易出现波动，难以积累稳定的财富，甚至可能会遭遇破财之灾。而且，睡觉时过多的思考财务问题还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，使人产生焦虑、担忧等负面情绪。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，会逐渐削弱个人的运势。风水学中认为，若将钱包放置在卧室，尤其是枕头附近，会不自觉地带来不安的能量，让原本应该放松的睡眠环境变得不稳定。除了钱包，钱币也不应该放在枕头旁。钱币不仅代表财富，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能量。如果把钱币放在枕头附近，尤其是数量过多时，这些钱币与睡眠环境的气场不协调，就可能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聚财，但实际上，这并不是一种稳定的财富增长方式。过多的钱币反而会引来财运不稳定，并可能会造成经济上的起伏。许多风水大师都指出，过多的钱币不仅会破坏卧室的气场，还可能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和谐。因为风水学认为，财运和家庭和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如果钱包和钱币放在枕头旁，等同于把金钱放在家庭的中心位置，过度关注财富而忽视了亲情和家庭的温暖。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，甚至引发矛盾和争执，从而破坏家庭的和谐氛围。因此，枕头旁不适合放置钱包和钱币。最好的做法是将它们放在其他安全隐秘的地方。具体来说，可以把钱包和钱币放在卧室外的衣柜抽屉里，或是其他隐蔽的地方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在睡觉时总是想着财富，让自己能够保持放松、安宁的状态，从而获得更好的休息，提升整体运势。其实，风水学并不是迷信，它是一种通过调整环境与气场来影响运势和健康的古老智慧。枕头旁的这些物品，虽然看似微不足道，却对我们的健康、运势和睡眠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如果您在枕头旁放置了镜子、电子产品或钱包等物品，现在了解了它们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，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好的运势和健康，建议您尽快检查一下自己的睡眠环境，并进行必要的调整。只有保持一个健康的睡眠环境，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收获更多的好运与财富。从明天开始，巨大的财运将降临到您的头上，
并成为您生活中全新的一页。只要您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，财运就会像乘风破浪的航船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强。这是您梦想中的财富和幸福生活的起点，请务必抓住这个机会，让它带给您无穷的好运。今天除了分享有关枕头旁物品的风水知识外，我还想与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不论您是富有还是普通，扫把绝对不能随便放在某些地方，否则可能会自断财路。这可不是迷信，而是有根据的风水原理，请您务必重视并及时调整。扫把作为每个家庭必备的清洁工具，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大多数人习惯性地将扫把当作清洁家中或办公室角落的工具，对它的作用并不会过多关注。然而，从风水的角度来看，扫把的摆放和使用方式对家中的财运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您可能无法想象，扫把的摆放位置不仅与家中的整洁程度有关，还与财运的好坏以及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。不正确的摆放位置，甚至可能让您错失赚钱的机会，长期下来还可能导致财运衰退。所以，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问题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扫把在风水学中的象征意义。扫把本质上是一种清洁工具，它象征着清除和整理，这一点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一致的。在风水学里，扫把代表着清扫和去除负能量。当我们用扫把清理灰尘和垃圾时，实际上也是在清除家中的负面气场和不良运势。然而，如果使用扫把的方式错误，或是摆放方向不当，就可能会产生与我们预期相反的效果，甚至可能对家中的财运产生不良影响。扫把在风水学中的象征意义非常强大。如果扫把摆放不当，就可能产生扫财的负面效果，甚至让家中的财运衰退。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迷信，而是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学基础。例如，如果扫把总是被放置在家中的财位上，则会被认为是在扫除财气。这样的摆放方式会阻碍财运的流动，影响家庭财富的积累和发展。因此，扫把的摆放位置与家庭的财富运势密切相关。了解扫把摆放的禁忌，是每个家庭不可忽视的风水问题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详细介绍一些关于扫把摆放的禁忌，帮助您避免错误的摆放方式，提升家中的财运与运势。第一个禁忌位置，财位。财位通常位于家中客厅的东南方，是风水中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。这个位置代表着家中的财运和经济状况，应该始终保持清洁、明亮，并避免任何会影响财运的物品。在风水学上，扫把是具有清洁和清除负能量的功能物品，但若将扫把放置于财位，则会被视为扫走财运，可能会导致家中财运衰退。特别是对于从事生意或者创业的人来说，扫把放在财位可能会妨碍事业的发展，让经济状况变得不稳定，错失商机，甚至影响资金流动。长期下来，家中财富的积累将会受阻，
家庭成员之间也可能因为经济问题而产生争执。第二个禁忌位置，大门正对处。大门是家中气场的入口，是风水学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。大门正对处的风水必须保持通畅、清洁，以便让正能量顺利进入家中。如果扫把摆放在大门正对的位置，会直接阻挡正能量的流动，造成气场不稳，影响家中的整体运势。这样的摆放方式不仅会妨碍财气的进入，还可能带来破财、倒霉的情况，让家庭陷入不顺之中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扫把正对大门，容易让人感觉家中充满破坏性，会使家人产生焦虑和不安的情绪，甚至让来访的贵宾也感到不愉快。因此，扫把不应该放置在大门正对的位置，这一禁忌是极其重要的。第三个禁忌位置，卧室。卧室是每个人休息和恢复精力的私密场所，因此卧室的风水对身体健康和心理状态有着直接影响。根据道家风水学的理论，扫把放在卧室会打破这个区域的安稳气场，进而影响居住者的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。尤其是在夫妻卧室中，扫把的存在会使夫妻之间的气场不和谐，容易引发争吵和误解，对婚姻关系带来不良影响。对于单身人士来说，扫把放在卧室则会妨碍桃花运，阻碍感情发展。卧室需要保持安静和和谐，让居住者能够得到良好的休息和恢复。扫把的存在显然与这一需求相悖。第四个禁忌位置，厨房。厨房是家庭中至关重要的区域，与家人的健康和财运密切相关。在风水学中，厨房被视为家中的财库，象征着家庭的能量源泉和财富的积累场所。如果扫把放在厨房，尤其是放在灶台旁或门口，会对财运产生严重影响。扫把具有清洁的功能，但也有可能将财气扫走，使得家庭的财富变得不稳定。这样的摆放方式容易引发经济上的困难，甚至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，让事业发展受阻。长期如此，家中的财运将会停滞，无法累积财富，家庭生活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威胁。总结来说，扫把作为一个清洁工具，虽然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，但其摆放位置却不能随意。根据道家风水学的理论，扫把的错误摆放会影响家中的财运、健康运势，甚至夫妻关系和家庭和谐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扫把的放置位置，避免将其放置在财位、大门正对、卧室及厨房等禁忌位置。这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家中的清洁与整齐，更能有效调整家中的气场，提升家人的运势和财运。第五个禁忌位置便是窗台附近。窗台是家中气流与光线的交汇处，它是气场的重要出口，与家中的能量流动息息相关。如果扫把放在窗台附近，就会影响气流的顺畅流动，让家中的能量变得混乱。长期以来，这种影响会逐渐减弱家庭的正能量，并使得财运与健康运势都下降。
尤其在财运上，窗台附近的扫把会扰乱财气的流动，影响到金钱的积累与收入的稳定。此外，窗台本身就是一个容易积聚灰尘和杂物的地方，长时间放置扫把，不仅使气场受到干扰，还会让家庭的氛围变得阴沉，进一步影响家庭成员的心情与生活质量。那么，既然知道了哪些地方不能放扫把，究竟应该把扫把放在哪里才算合适呢？根据风水学的建议，扫把应该放在一些隐蔽且不会影响家中气场的地方，这样既能保持家中的整洁，又不会对家庭运势产生负面影响。首先，储物间或衣橱是比较理想的摆放地点。储物间通常是用来存放不常用物品的地方，将扫把放在这里，既不会影响日常生活，又不会妨碍家庭的气场流动。这样的摆放方式能够让家庭保持整洁，并避免不必要的风水问题。如果家中没有储物间，扫把可以放在厨房的一个隐蔽角落，这样既不会影响厨房的使用功能，也不会妨碍家中的财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厨房作为家中的财库，应该保持干净整洁，扫把要定期清理，避免上面积聚灰尘或脏污，从而影响家中的气场。另外，对于家中有宽敞玄关的家庭来说，也可以选择将扫把放在玄关的一个角落。玄关是进入家中的第一个区域，它的整洁与否直接影响家中整体的运势。保持玄关干净、通畅，能够为家中带来顺畅的气流，有助于改善家中的财运与健康运势。而把扫把摆放在玄关的角落，不仅能节省空间，也能避免扫把影响其他重要的风水区域。除了摆放位置，扫把的使用与清洁习惯也是风水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每次使用完扫把后，应该立即将其清洁干净并妥善收纳，避免扫把上积存污垢。这样的做法能够保持家中气场的清新，因为污垢往往会带来不良的气场，影响家庭的运势。同时，我们还应该定期清理家中的其他杂物，保持居住环境的整洁。这样不仅能改善家庭的气场，还有助于提升财运，促进事业发展。总结来看，扫把在风水学中的摆放位置确实不容忽视。错误的摆放会对家中的财运、事业运势、健康等各方面产生不良影响。为了改善家中的运势，建议大家仔细检查扫把的摆放位置，并根据风水学的原则进行调整。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家庭成员的运势，还能为家人带来更多的正能量，营造更加积极、美好的生活环境。在风水学的指导下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家庭的气场，从而为家庭的幸福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在评论区留言那句接财接福接好运，与我建立连结，随缘加入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